今天这个地球上再没有哪一个人比他更嗨了。导播，我们来看看，哇哦，这什么画面啊？马斯克跳舞，跟 Optimus 他一手催生的这个机器人跳起舞来，怎么这么高兴？因为就在今天，他刚刚获得股东授权的报酬大礼包，马斯克要变成地表第一个的兆元富豪。重点是那个 Optimus， 他居然具备跟人类同等级的身体流畅度。好啦，下一步要干大事，拿人家这么多钱，他要训练 Optimus 变成了外科医师，证明我马斯克的身价。今天说到了人形机器人，怎么能不提他呢？黄仁勋旋风又来了。对，今天很多的科技迷很期待了，黄仁勋又来到台湾了。他来到台湾的第一站呢，先来到他的故乡，也就是他的老家台南。台南去了，因为他明天要来参加这个台积电的运动会，所以大家很期待啊。好，我们就在明天的台积电记者会看到他跟 Morris 史诗级的同框，当然一定要问总部。说到人形机器人，怎么能不提他呢？马斯克今天是地表最嗨的人了。对，马斯克应该是现在地表最嗨的男人。为什么？你要知道，马斯克呢才在股东会上，股东会呢一致通过说，接下来我们让马斯克成为兆元富翁。这个兆元不是台币哦，是美元哦。那他要怎么让他成为兆元富翁呢？他等于接下来用那种股票的方式，直接帮马斯克加薪。所以今天嗨的不得了。今天任何一个人，我直接说，就在今天，股东会通过了这一个最大包的薪酬的大礼包送给他，他1秒就让股东大会变夜店。一个人一嗨起来，一封神了之后，他跟他一手催生的 Optimus 热舞起来了，完全颠覆我们对股东大会的想象。哇，这个根本就夜店嘛！你看马斯克在台上哦，旁边是他 Optimus 的机器人，跟着他一起手舞足蹈，几乎每个动作都一样。看他们手一起摆起来，甚至呢一个弯腰，一个跨臀，基本上动作一模一样，还可以画圈圈哦。我们有更多的画面带您来看里面的门道。过去我们讲到的 Optimus， 他就是会搬运，我们就觉得好棒棒，那是第一代。第二代呢，他的手指记得吗？有那种几乎接近人类的那种触觉，用非常多的算力跟海量的这个 data 去训练它。现在导播再来看，他跟他的爸爸跳起舞来，已经是人类真人等级的那个流畅度了。大家仔细看这个画面，而是非常自然的转动哦，不像过去机器人可能会卡卡的，它完全看起来超级丝滑的哦，甚至呢，它手脚搭配的非常和谐，扭腰啊、跨臀，甚至挥手，甚至手部画圈的动作都一气呵成。我觉得里面是一个真人吧，是这个跳的不输韩团哦，可能比韩团还要更精准哦，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马斯克那些股东们这么期待他可以成为全球首兆的兆元富翁。接下来重力就是摆在机器人上面了，甚至机器人，你看，我们换个场景来看，他在办公室里面，两个机器人还可以互相尬舞哦，这非常厉害哦。大家看到画面，两个机器人看一左一右，两个人他不是跳舞一样，但是他的动作基本上在 battle。非常的和谐啊，有对，你看左边这个先下达指令，是右边跟着动，巨阳哥厉害什么？他1秒就可以蹲下去，马上再站起来，1秒就胯下起立，这个很多舞者都非常奉为最高的舞技，因为他不是人呐。是，你看那时候他是机器人，机器人可以做这样的非常不容易哦。甚至我们看到跳舞不稀奇嘛。学功夫用中国功夫那不得了，你看到？你看他还有这种有没有选手之间那种武术的那种？先给你致意一下再开始比划，而且他比划之后他会先防守哦，对方出拳的时候他会先他会先防御哦，防御之后呢他再来反击，完全一气呵成。你有没有看到他刚刚等的那个真人出手，他还有一个小动作，来呀，你先出手。跟一般的我们看跆拳道看那空手道的比试，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可怕的是自主学习的能力，他一边在跟穿黑色衣服的真人过招的时候，他已经一边在他的套路上进到他的运算里。重点就是大数据，他用摄影机呢模仿把这个人的大数据呢吸收起来，变成自己内化之后，然后随时可以做出任何的反应，这是机器人厉害的地方。马斯克今天拿下了人家史上最大的大礼包，他当然要干大事，证明我的价值。所以他已经预告了，接下来他要把 Optimus 不只是跟你练拳尬舞，他接下来要把它训练成地表最强的外科医师。对，你说机器人呢，只会跳舞跟只会比试，那都没什么用。那重点是还能要走入家庭，这才是最重要，所以才能让马斯克发大财原因。那马斯克呢，在10月底的时候，他在这个特斯拉的法说会上就说，接下来要呢 Optimus 成为史上
最有影响力的产品。什么意思？我举例，它甚至接下来这个机器人可以帮忙带小孩，这个我很需要，帮忙带小孩，甚至还可以说，接下来 Optimus 会是最强的外科医师。直接在家里就可以帮你进行诊断，到你出了什么毛病，直接用机器人帮你看，所以可以达成大家都医疗平等的情况。但你要知道，这个 Optimus 呢有个致命的关键的缺陷，为什么？就是出来这个手。就像哥，你猜一下，这个手它要多少的成本来制造？多少成本？它要18万台币，6000万美元。它光一只手就要这么高的成本哦。对。但问题是，它这只手寿命很短，它只能使用6星期而已。机器人不是用不坏的吗？是，所以大家不会花18万去买一只手，然后只能用6星期，6星期之后就不能用了。不会有人去买特斯拉说，我轮胎只能用6星期，那不会有人去买特斯拉。所以接下来马斯克势必要改进这个缺陷，才能够走入家庭。好，导播，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画面。我们看到马斯克看到 Optimus 特斯拉这么厉害，中国版的特斯拉也要横空出世。来，这个是中国电动车车厂小鹏，他说：“你特斯拉造车，我也造车。你有人形机器人，哇马屋，已经走台北路况了不？这个叫做猫步，170公分的 model 一般的体态，婀娜多姿的晃出来，结果1秒钟网友全部炸锅。” gay 为什么 AI 1秒变 BI 啊？这个我看到画面的时候，我以为是超梦还是弗利莎走出来哦，这一个头上紫色的，结果呢，这个是小鹏汽车推出的最新的人形机器人，叫做 Iron。他说呢，它是可以展现非常流畅的这个猫步，你看它走路跟女生走猫步是一模一样的感觉。不是，我只讲一个大白话，他是不是？那个白色衣服里面包的根本是一个人，我也可以进去包啊，我只是变成男生而已。对，现在网络上很多人质疑说，这里面到底是机器人还是真人？你看他走路，包括他的胸型，好像有女生的这个胸部的感觉。那再来他头上的耳朵，连人类的耳朵的形状都有露出。重点在它还有那个肋骨啊，它那个曲线都有，还有它内衣裤的痕迹。大家觉得说，是不是你一个人画了一个白皮在披在外面，然后用真人来走？好，导播，我现在看到现在他这 model 在走的时候呢，这个冰加骨有没有？还有他的身体的那种肋骨有没有看到？这都是真人的细节在里面。好啦，你现在要破解，你就拆给我看，到底里面真的还假的？对，你看何小鹏他直接展示，他说：“我今天早上团队要逼我拍一个一镜到底这个影片。这个影片的一镜到底5分39秒的影片，要说里面根本就是机器人，不是假人。所以剪刀已经真的就把外面那个白色衣服剪掉。对呢，哇，这个都是什么碳纤维，还有机构都在里面啊，都是。”机器人啊！俊阳哥，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大家说，现在网友说，那如果你要拆解的话，为什么不在会场上直接拆解那位机器人？你为什么好像还换个场地来拆解这个机器人？这个是真的机器人。是。那会场呢？这是假的，因为里面是真人，大家信者恒信，不信恒不信。因为大家看起来很怪嘛，一个机器人有可能走成那个跟猫不一样嘛？你根本已经超越特斯拉，所以大家不太可能相信啊。另外一个 mega 是什么？以可乱真，你可以说它很厉害，算力很强。不，它里面拆开之后呢，原来它用的是细胶软材质去营造真人的那种摆荡感。你不要忘了，刚刚我们说的 Optimus， 它靠什么去营造那种真人的流畅度？它靠算力，靠晶片，它是实打实的。结果你这个靠着是软软的细胶去营造你真的感觉啊，那里有 AI 并 BI 啊。俊阳哥，你知道这个机器人它其实没办法站立，你知道吗？其实网友发布一个影片，那影片看得出来，小鹏机器人它其实无法独立行走，甚至它必须靠这个吊架吊着它，就这个画面，然后吊着它。它才能挺直腰，才能往前行走。那脚步呢？你看这个像哪里像猫步，跟刚刚那个人走的完全不一样。好，所以看起来没有猫步仪，那也没办法直立行走。那你这跟 Optimus 就差得远了啦。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现在很多中国大陆网友也在质疑，甚至还做出了影片拿来直接对比，比较才有感觉。一边是这个刚刚说的猫步，另外一边是这个发布会之后的机器人，大家看起来这两个画面走起来感觉有一样吗？有眼睛的都感觉都完全不一样嘛。这个地方还有一点落差，还不太会走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活人在里面的感觉，大家觉得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这时候被人家这样讲，不是没有道理。但问题是，现在看得出来，小鹏汽车它想要复制什么？复制马斯克的路线，你做电动车，我也做电动车，你现在做机器人，我也来做机器人，希望能够达成这样的情况。所以接下来大家都希望说，机器人能够走入到彼此的生活里面，所以可以大胆预言，接下来不管是小鹏汽车还是特斯拉，可以上演的就是机器人大战。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
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